在2019年3月，政府相关部门发布了青少年模式系统，但直至今日，青少年模式本身仍然有不少问题，其效果也不佳，使用率也偏低。根据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虽然 85.9% 的未成年网民和 91.6% 的家长知道青少年模式，但设置过该模式的不到50%。40%用户认为原因是该模式不太有效，这也跟我最初谈论到的关于未成年模式的问题的视频观点相对照。由此能发现，青少年模式最大的问题是它只流于表面，并没起到真正的作用。尽管该模式已存在4年，也有政府推举的法律，平台也有创建模式的责任，但这依旧没能改变青少年模式当前尴尬的现状。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青少年模式没有统一的标准，而这导致平台方是最终落实的那位，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及决心。不同平台方的企业自身能力不同，而要打造青少年模式需要不小的投入，因为它不同于平常的经济逻辑，还需要专门为未成年人创造适合他们年龄及认知又要有吸引力的内容。这需要企业去购买或原创大量高质量内容，但有些中小规模或本身就缺少原创内容的平台，对他们来说，要实现该要求实在是成本过高，所以最终也只能敷衍了事，将模式搞成流于表面。另一方面，平台之间本身就有竞争，未成年人又是非常庞大的用户群体，一些平台也担心要是创建了过于严苛的青少年模式，会流失这部分用户群体，也因此缺乏了不断优化该模式的动力。第二个原因是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考核体系的不健全。文化类互联网企业应当是优先考虑社会效益，使其与经济效益统一。青少年模式应当是互联网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因为这是最有利于青少年的表现。然而，在目前的社会责任考核体系中，青少年模式的实施并没有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相关的奖惩机制也不明确。这就导致平台及企业不会过于重视青少年模式，对其的优化及监管也不会很到位，这进一步导致青少年模式作用的失效。若想有效地优化青少年模式，使其有效，依据我在网上的调查，以下是一些个人整合的相对合理且有效的建议。首先是创建统一的标准及内容池，这个需要政府、平台、家长及老师等各方合力搭建，且需要认真研究和调查家长及孩子们的真实需求，明确相关的内容。同时，政府应鼓励各平台原创或购买统一的适合未成年人的内容及类型，并依照年龄分类，同时也奖励那些为未成年人创造适宜内容的创作者。这样可以让各平台的青少年模式质量达到统一，也减少单个企业投入成本过高，从而增加各平台优化模式的动力。同时，在该模式启用时，也能给家长一些权利，从而使孩子有一定的自由权，能浏览他们想要的，但同时家长也能进行一定的监管，这样也能吸引孩子及家长来使用该模式。第二点是将青少年模式的实施情况列为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重要指标。政府应当建立相对应的部门，对不同平台的青少年模式进行评估，且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例如落实相对好的企业可在资金、税收等方面提供支持，对于落实不力的企业则是责令整改，并通过法律、经济等手段强化监管。这样能让企业重视该模式的优化及建造，从而减少模式仅流于表面的情况。
作为青少年模式的提出方及落实方，让青少年模式产生作用，是政府及企业的责任。也只有让青少年模式真正起到作用，它才能真正守护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